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面相与我们一生的很多事情都密切相关，不仅仅包括我们的运势好坏，也不单单与我们的命运凶吉相关。面相的特征如何，还会体现出一个人的性格，包括一个人是否会出轨，也都是可以从面相之中看出来的。所以一个女人是否会选择背叛自己的婚姻，背叛自己的爱人，抛弃对家庭的责任，而选择出轨呢？其实这些都是可以从面相之中看出来的。那么如何看透出轨的女人的面相呢？下面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眉毛稀少，声音沙哑的女人。眉毛在相学中称为感情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情和对待感情的态度。如果女人的眉毛长得很少，看上去稀疏平淡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属于比较薄情的类型。若是再加上声音沙哑的话，这类女人大多生活比较放纵，对自我缺乏约束力，私生活方面较为混乱，经常喜欢在外面厮混，甚至是经常夜不归宿。给这种人在一起是没有丝毫的安全感的，还会把家中闹得鸡犬不宁，娶得起但守不住。二、印堂窄的女人。印堂位于两眉之间，也称为命宫，对一个人的命运起着很重要的作用。如果女人的印堂部位长得较窄的话，代表着心胸比较狭隘，喜欢斤斤计较，胸襟和气度不足，对人对事缺乏包容之心，在感情和婚姻中也是如此，特别喜欢挑刺儿，整天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另一半发生争吵，从来不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，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。一旦内心觉得彼此不合适，说离婚就离婚，没有一点牵挂或遗憾。三、鼻梁起结的女人。鼻子代表着一个人的品行和做事的态度。不论男女，如果鼻梁中间部位长得突出起结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好胜心都比较重，是不会把感情放在第一位的，凡事都是3分钟热度，缺乏坚持，而且性情古怪多变，让人很难琢磨，也很难相处。这种鼻相的女人对于恋爱习惯性的都抱有一些目的性，而且自我的防范心理很重，对另一半缺乏信任，总是疑神疑鬼，只想要得到，却不懂付出，即使相处不下去，为了面子也会率先提出分手。四、小嘴樱桃口的女人。嘴巴代表着一个人的表达欲和享受欲，樱桃口的女人大多口才比较好，善于交际，非常能说会道，而且比较喜欢依附于另一半，自己在事业和家庭方面不喜欢付出。不过这种女人比较聪明，善于利用自身的长处，又能言善道，会哄人，能够把对方掌握的服帖。不过这种女人对待感情缺乏长性，有些喜新厌旧，又比较善于隐藏自己，一旦变心就会转身投入别人的怀抱中，又不会被另一半发现，婚姻还算顺利，但感情比较多变。五、眼睛水汪汪，桃花眼的女人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也最能表达出一个人内心的真正渴求。如果一个女人的眼睛长得较小，看上去水汪汪的，而眉毛又比较细弯的话，这种女人看上去比较温柔，容易激起男人的保护欲，比较受男性的喜欢。但是这种女人的自控能力比较差，容易经不起外界的诱惑，即使是结婚后，如果遇到令自己心动的异性对自己展开追求的话，在感情上就会变得左顾右盼，不懂得拒绝，很可能会脚踏多条船，婚后也不会安分下来。六、耳朵尖没有肉感的女人。耳朵主智力和毅力，如果女人的耳朵长得尖瘦无肉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智慧不是很高，但是却非常任性，在为人处事方面特别自我，从来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，所以行事有些蛮横无理，对他人也比较苛刻，在感情中也是如此，希望对方事事都要顺着自己，稍有一点不满意就会大吵大闹，让另一半特别心累和无奈。
而且这种女人大多心肠非常的狠心，不管你对她有多好，一旦她不喜欢你了，说分手就分手，毫无情义可讲。7. 下嘴唇较薄的女人。一个女人是下嘴唇较薄的，这样的女人是不重视感情的，根本就是一个薄情的人。与这样的人在一起真的需要注意，他们不能给你带来幸福的生活，只会影响到你的幸福生活。所以生活中应该要远离这样的人。从面相角度进行分析，一个下嘴唇较薄的女人是很重视自己的利益，在平时的生活中会为了利益而放弃很多东西的，甚至就是爱情和友情都愿意舍弃，使得人们对他们的印象是很不好的。远离这样的女人会更好，不然你很容易就会被他们出卖。他们不会让你感受到满满的爱意。下嘴唇较薄的女人对待感情态度真的不好，对待感情不是一个忠诚的人，很容易就会做出一些背叛对方的事情，是容易出轨的。所以不管娶谁都不要选择这样的女人，她们会给你戴绿帽子的。8. 眼睛圆大而无神的女人。如果女人是眼睛很圆的也很大，这样是能吸引到很多人的注意，是充满诱惑力的。身边的人都是很喜欢她们，异性缘真的很好，有不少男人会主动靠近她们。桃花很好，这样的女人是很单纯的，也特别的性格，所以是很容易就会在感情中受到伤害的。从面相角度进行分析，女人是眼睛圆大而无神的，这样的女人绝对不能选择，因为她们会有很好的异性缘，会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做出一些背叛爱情的事情。她们会在婚姻中做出移情别恋的事情，与丈夫是不能有很长久的相处。婚姻中是个很忠诚的人，爱出轨的女人真的不能选择。9. 鼻梁塌陷而无肉的女人。如果女人是鼻梁塌陷而无肉的，这样的女人在感情中是个不认真的人，很容易就会在感情中受到他人的欺骗，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，情路是非常坎坷的，一生都难以顺利，总是不能遇到一个真心对自己好的人。其实他们自己也是很烦恼的。从面相角度进行分析能知道，女人是鼻梁塌陷而无肉的，这样的女人是意志力不够坚定的，也是难以守住自己的本心，在婚姻方面也会这样，很容易就会出轨的。10. 山根有黑线的女人。山根即鼻梁的根部位于两眼之间，鼻梁代表的一个人的财运，如果山根部位出现暗纹或黑线的话，多指财运会受到阻塞。如果女人山根部位有黑线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性情不稳，脾气比较古怪，蛮不讲理，容易在感情上受挫。这种女人对待感情的热度比较平淡，内心非常不安分，婚后容易出轨。11. 鼻梁有痣。鼻子在面相中为3庭5月的中月，对于女人来说，鼻子不仅代表了财运，还代表着夫运和自尊心。如果女人鼻梁长痣的话，大多为桃花痣，这种女人会陷入感情纠葛之中，容易为情所困。同时，鼻梁长痣的女人一般来说欲念比较强，身边的异性也比较多，但大多都是烂桃花，没有结果。12. 人中有痣。人中为人体经络阴阳交汇之所，连接人体的生殖系统，主一个人的肾气强弱。如果女人人中有痣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在感情上会比较丰富，在工作生活和与异性的交往过程中，行为作风也比较开放，不拘小节。通常来说，这种女人的肾气不足，子宫弱小，生殖能力比较弱，对子女不好，但是欲望又比较重，不知道节制，对待婚姻和家庭缺少责任感，婚后容易出轨。13. 嘴角有痣。嘴角有痣为典型的桃花痣，给人一种比较妩媚的感觉，尤其是一笑起来非常性感。另外，嘴角长痣的女人一般都比较有艺术方面的才华，很容易成为异性爱慕的对象。桃花运非常旺盛，但是缺少自我约束力，容易纵情享乐，并且越陷越深，
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。这种女人感情多变不稳定，容易陷入感情是非。男人们在结婚的时候一定要看清对方的面相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额头就是面相学中说的天庭，天庭饱满知官饭，地阁方圆掌大权。不同的额头类型代表着不同的运势命理。下面大佬就带你一起去了解一下额头的面相，看一看不同类型额头的含义。一、额头形状不同，命不同。一、圆额，心底温和。圆额指的是额头中间饱满圆润，向两侧呈圆弧过渡。这种额相的人一般性情非常敦厚，也比较聪明，但是稍微缺乏一些创造力，为人也比较谦逊和善，待人非常随和，特别好说话，也很容易相处，不会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，所以特别受欢迎，人际关系比较好，朋友也比较多，但是做事稍稍缺乏一些耐心，事业上有些缺乏坚持，感情上也比较被动，容易为情所困。二、角额，富于现实性。角额指的是发际线与额头交连的地方，看上去就像一个三角形一样，上部肩窄，两边略宽。这种额相的人会给人一种较为刚毅之感。为人非常注重现实方面的追求，想法也非常接地气和实际，不喜欢胡思乱想，做起事来也非常认真和踏实，但是缺乏谋略和思考，适合做一些较为单调乏味的工作，比较辛苦。在感情方面也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，对于另一半的经济状况方面也很有自己的要求。男人有额一生较辛苦，女人有此额帮夫运较好。三、M 字额头，富有独创性。M 字额很好理解，就是额顶的发际线中间低，两边高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写的 M 一样。这种额相的人一般头脑非常聪明，而且转得也比较快，想法很多，也很有创造性，总是能想出一些比较新鲜的点子，而且为人也非常有主见，主观意识比较强，不会盲从于别人，也很有预见性，也很有自知之明，往往能够发挥自己的优点和特长，在事业方面做出一番成就，在感情方面也非常浪漫，往往能够掌握主动权，感情生活比较顺利。四、复式额，富有自我意识。复式额指的是额头与发际线的交连处，看上去就像富士山的形状一样。这种额相有些类似于 M 字额，但是中心部位头发下垂较为明显，两侧较为顺滑一些。这种额相的人一般性格非常温和，也比较乐观开朗，往往能够给予身边的人带来快乐。人际关系也非常和谐，但是做事往往缺乏计划，喜欢模仿别人，自身缺乏创新，而且坚持力不足，喜欢半途而废。在事业方面经常容易失败，对待感情也是喜欢那种一见钟情式的爱情，很难长久，容易经历很多的折磨。五、秃头额，过于操心。秃头额很容易理解，就是前额几乎没有头发了，看上去有点秃顶的倾向。这种额相的人一般做事积极，行动力比较强，但是性情有一些刚直，说话做事方面也比较拘谨，有些放不开，不太善于应酬和交际，处事稍微有些死板。其实他们本身是非常有想法的，但是却因为有些犹豫，所以经常会被身边人的思想所干扰，从而造成事业和工作方面的失败。在感情方面也是比较典型的直男类型，情商较低，而且比较自我，说话做事有时不太会照顾对方的感受，所以感情经历一般比较坎坷。六、贫弱的额头，受雇于人。这里说的贫弱额头没有太过形象的特征描述，唯一可以来衡量的就是额头在整个面部的比例。如果说额头在整个脸部所占的比例相当小，使得额头看上去比较狭窄的话，一般智慧有限，
考虑问题比较简单，容易被身边人利用，或者是遭遇背叛，在为人处事方面也比较小气自私，处事也不够圆滑，而且贪心较重，人际关系比较差，做事没有什么魄力，也无法从事领导职位。不过脾气非常好，只要不断努力，中年后感情和生活方面也都会非常不错。7. 突出的额头，上进心强。额头上部比较突出的人一般智商较高，而且为人很有远见，考虑问题也非常理性，目光比较长远，观察力非常强，对事情有着很强的判断力，善于把握工作和感情方面的机会。为人情商很高，性情也比较亲切，待人也比较随和，整个人也很有人情味儿，上进心比较强，凡事都喜欢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去获得。事业方面往往成就比较突出，但是婚后往往婚姻不太顺利。2. 额头有4条斑驳纹。1. 悬针纹。悬针纹指的是两眉正中心位置长有一条竖直的纵纹，看上去如一根悬针于命宫的正中间。长有这条纹路的人大多性格方面都比较的极端和固执，只要决定的事情就会不惜一切的代价去完成，有种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倔强和执着，想法也非常偏执，处事霸道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，特别容易得罪人，人缘非常差，就连配偶和子女都无法忍受。内心孤苦无依，缺少外力的帮助，一生奔波劳苦，却难有什么作为。2. 伤害纹。所谓的伤害纹位于眉头的左侧，是一条单独出现的纹路。长有此纹的人大多心思非常重，整天脑里装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容易被各种事情所干扰，导致情绪经常陷入到焦虑之中。这种人对情绪的控制力非常差，一旦发起脾气来就会不管不顾，非常冲动，容易做出一些伤害他人的事情和行为，一生劳累而操心，性格沉闷不开心，日子过得非常凄苦。3. 八字纹。所谓的八字纹指的是印堂部位长有2条如八字形状的纹路，长有此纹的人大多野心和欲望比较强烈，但是个人能力不足，经常会给自己树下一些很难实现的愿望，而且内心比较纠结和矛盾，心胸也非常狭窄，经常为了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计较个不停，搞得自己非常忧愁和焦虑。男人有此纹，一生比较窝囊，劳累而奔波，但是却难有什么成就。女人有此纹，嫉妒心和好胜心非常强，见不得别人好，内心非常不安分，一生操劳而辛苦。4. 川字纹。如果印堂处长有3条竖直的纹路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川字一般的话，称为川字纹。长有此纹的人大多头脑非常固执，做事不知道变通，想法容易不切合实际，做起事来也是眼高手低，能力不足，却总想干一些大事情，而且遇到困难就会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去开脱，内心戾气较重，情绪也是反复无常，喜欢推卸责任，人缘非常差，与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僵，遇到困难时也没人出手相帮，一生奔波劳碌。3. 额头有4条富贵纹。1. 伏羲纹。伏羲纹指的是额头有3道纹线，而且纹尾全部向上翘起，也称燕月纹。此纹主贵，长有此纹的人性情温顺，待人比较随和，而且为人正直，心地非常善良，做事稳重踏实，认真仔细，考虑问题也非常严谨，人缘非常好，很受周围人的爱戴和欢迎。一生长寿富贵，厄运和灾难比较少，非常有凝聚力，能得到周围人的钦佩和信服，是非常适合从政的。不过操心的事情太多，一辈子也是劳心劳力。2. 山字纹。山字纹非常罕见，但是特征也比较明显，整个纹路就像汉字山一样，
拥有此文的话，一般家境出身不太好，可能很早就需要步入社会打拼，家中能够给予的帮助较少，凡事都是靠自己。不过见多识广，经历也比较丰富，从小便能积攒下非常丰富的经验和人脉，往往能够在年轻时便能打拼出一番事业，发达较早，一生富贵长寿，也是非常适合入仕的。不过晚年运不太好，容易陷入孤独。3. 十字纹。十字纹指的是横竖两纹交叉，形成如十字一般的纹路。额头长有此纹的人，一般性格方面较为孤僻内敛，但是意志力非常坚定，为人非常能吃苦耐劳，做事很有实干精神。个人有着很高的精神追求，是个非常有理想和信念的人。事业方面发展较好，大多能够富贵发达，但是为人有些清高，沟通交流能力稍差，与子女的关系往往不太好，到晚年时期命运较为坎坷和孤独。4. 田字纹。田字纹也很好识别，额头的纹路内焦外旷，看上去就像一个田字一样。这种人祖业不佳，从小容易吃很多苦，从而能够培养出自身坚毅的性格，做事也是一步一个脚印，能够从基层做起，做事认真而踏实，并且这种人有着很强的学习力，很有艺术天分，往往能够习得一技之长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来讲讲脸上5种常见的凶纹，财气不上门，子嗣不兴，易毁3代人。1. 肋膛有井字纹。所谓的肋膛就是我们所说的卧蚕，若是在肋膛的位置常有井字纹，被称之为3阴3阳。所谓的3阴就是指肋膛又称为3阴3阳，3阴即太阴、厥阴、少阴，3阳即太阳、阳明、少阳。一般长有这样的恶纹的人，子嗣不兴，尤其是在眼小的纹路纵横交错，更是3代少子孙，子女运势不会特别的强，没啥大的出息。2. 破颧纹。所谓的破颧纹，就是有纹路或是斜纹穿过颧骨，而颧骨在面相中代表的是权势与财势等。一旦有斜纹穿破颧骨，要么是有小人上门，阻遏自己的升迁之路，板上钉钉的事情会泡汤，或是最近会有破财的事情发生，主刑克自己的伴侣，有官司缠身，与人发生经济纠纷。3. 法令纹有断裂。法令纹是指从鼻翼向嘴角处延伸的纹路，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权力与统御能力等。一旦法令纹出现断裂，或者是有明显的断节，则这样的人命中主破败，刑克自己的伴侣，而且一般这样的人败家破财，赚钱赚得非常的辛苦，一辈子都是非常的辛苦劳碌，也赚不了大财，无论男女都是劳碌命。4. 肩门有纵纹。在相学中，若是肩门的位置常有纵纹，被称之为肩门举强，尤其是纹路看起来非常的清楚明亮，则这样的人夫妻生活也不是特别的美满，夫妻间的关系也会非常的紧张，夫妻间的矛盾争执也会非常的多，离婚的几率也会非常的大，夫妻间的生活不美满，一辈子都过得比较辛苦，容易有多婚命。5. 悬针纹。所谓的悬针纹，就是指在印堂处的位置有竖纹直接插入到印堂处的位置，一般在相学中有这样纹路的纹，破财运、毁祖业，也会刑克自己的伴侣，而且一般拥有这样面相的人，多半都赚不了大钱，脾气性格非常的粗暴，连自己身边的亲人也会跟着遭殃，刑克自己的伴侣，婚后也没有大的发展。第2， 7种运势不佳的面相特征。1. 下巴短窄，晚景凄凉。下巴短的人做事容易退缩，一生在事业上都没有什么起色，下巴代表晚运，50岁以后的运程，如果下巴过短，代表晚年财富不稳定，孤独没亲人陪伴，晚景凄凉。建议提早布局，不要乱投资，为晚年打下基础。2. 眉脓发后人必见。眉毛粗浓之人，性格刚直不知变通，破坏力大而少人爱执行，冲动做事，虽善于思考，当临事则冲动无智，一生多灾多难，头发粗硬向前坚挺，一则祖上无财产无靠，二则刑克父母，性格顽固而六亲无靠，出身必定贫寒卑贱。建议调整心性，修整头发和眉毛。3. 愁眉苦脸，一生苦相。整天愁眉苦脸的人，性格被动消极，怨气极大，不会轻易的相信他人，
整天为了一点小事闷闷不乐，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有错，喜欢推卸责任，没有人愿意与他们交往，朋友非常少，事业发展很不顺利，一生难有作为。建议多读经，懂得放下，改善心性。4. 鼻小凹陷，鼻孔外露，鼻子小，缺乏主见，自信不足。鼻子凹陷，中年运势衰微，不利婚姻财运。鼻孔外露，财帛宫漏财之象。总之，性格内敛，缺乏主见，做事没有魄力，遇到困难容易六神无主，缺乏领导力。反而心眼比较小，喜欢斤斤计较，为人处事方面不够大气。建议戴眼镜改善，有意识地调整心性和消费习惯。5. 头尖额窄，无贵相。头顶尖的人一般比较聪明，但如果额头低窄，则智慧不在正路上，耍小聪明，缺少大智慧。这个就是眼界问题，目光短浅，心气不足，如何能成就大事呢？加上额头先天祖荫不够，也没有背景，想要有大层次是很难的。建议利用聪明的头脑多读书，中年拼搏，虽然难有大成，但小康是没问题的。6. 两腮无肉，没有义气。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腮骨，但腮骨明显，特别是没有肉的话，则奴仆宫阳气过强，性格固执，报复心强，难以得到贵人帮扶或朋友协助。建议心宽才能体胖，多和朋友结交，不要封闭自己，也不要睚眦必报，在外都有个磕磕碰碰。7. 双眼无神，财运差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心理、心智。如果一个人的双目呆滞无神的话，除了先天身体状态不理想外，一般都是整个人浑浑噩噩，游手好闲，得过且过的状态。第3，男人的13种富贵体相。1. 手指细长。手指细长的人一直都是富贵的一种命运发展，他们是脑力劳动者，动脑子的人永远是走在最前头的，他们赚的比较多，而且思维很活跃，想要成功绝对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，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，他们立马变得富贵。而且这类人最大的特征就是一开始就很富贵，他们的出身都很优越，所以他们会少走很多弯路，在早年间他们就可以崭露头角了，所以这是一般人比不了的，平常人只能看着而已，他们的成就是无限大的，怎么计划就取决于他们自己。2. 腰部宽圆有肉。男人是否拥有富贵命，可以从他们腰部进行判断，左右腰部稍微靠后的位置，如果宽圆有肉，就说明事业和财运都极为旺盛。这类男人天生就不是穷苦命，可以在职场中成为大领导，或者是拥有自己的公司，他们可以成为大老板。这类男人对于自己的人生和未来有着明确的规划，思维活跃，精明敏锐，身边一旦出现商机，他们便能够第一时间将其牢牢攥在手心。这类男人虽然很有权有势，但性格宽厚仁慈，乐于助人，慷慨大方，因此可以不断积聚福德，还能够在冥冥之中得到上天的庇佑，所以综合运势肯定会变得极为旺盛。他们一生之中都不会缺钱花，手头宽裕，金钱多到花不完。到了年老的时候，会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，还能够获得很多优良的口碑。3. 掌心突出。掌心突出，这种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很有福气，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轻松躲过，而且愿意承担风险高的事情，并且还不会让自己出事。往往就是这样促使他们赚钱的，只要有了第一桶金，他们想要起不太容易了。4. 后背挺拔。此类人能够洞悉一切，并且有着比较不俗的能力，在应对棘手的问题的时候，通常都会展现得非常优秀，所以这类人想要成功也很容易，只要找对了机会，差不多一次就可以成功，所以肯定能够拥有富贵的人生。5. 小腿肚纤长。腿箱里掩藏着一个人的运气行情，一个人的贫困或荣华富贵的路，全是依靠自己走出去的。而男生的小腿肚纤长，意味着他的行动工作能力很强，办事的高效率和语言表达能力都非常好，那样的男生会更有工作能力，造就一番工作，踏入荣华富贵之途。6. 后背丰富。从相学视角而言，一个人的后背能够看得出一个人的承载力和压力工作能力，后背的薄厚能够判断一个人的祸福，后背的丰腴能够看得出这个人的荣华富贵运程。因此一个人后背的丰富是荣华富贵的代表，能够担负大量男生应当担负的重担。7. 肚脐眼深阔。肚脐眼与经络、六腑相关，中医学上称之为神阙穴，也是身体的管理中心位置，是人精气、气轮的规矩贮藏之处。由于下边牢牢地靠着的便是气海穴，肚脐眼往上看起来深阔，此人则有聪慧和鸿福。假如可以容得下一颗李子果的话，
此人则事业有成，名扬四海，因而肚脐眼深阔，意味着一个人的福泽深厚，能够大富大贵。8. 肚腹丰平。肚腹能够包囊胃肠，而且消化吸收食材，很像人身体中的爪帮器，腹腔往下坠滑落的。肚腹丰平的人相对说来会出现较高的智力，填满造型艺术才气，也会出现非常好的财富运，艺术创意和念头会协助聚来巨额钱财，腹腔看起来圆滚往下的。主此人荣华富贵长命，因此肚腹丰平的人财运滚滚，好运多多。9. 颈厚肉多。颈与脖相接，在体相术中，颈一般代表着权力欲、支配欲、上进心。假如颈部看起来坚挺挺直，而且光泽度润滑，它是荣华富贵之象。人的颈部也意味着身体的致富之路，颈部看起来丰圆牢靠，这样的人击中必然大富大贵。10. 乳房阔长。都说男生的胸口宽敞，意味着这胸有大志，能够宽容大量，有宏大的理想。一个男人的胸部阔厚广长，表明他们非常容易累积财富，且聪慧挑球，胸怀气宇不凡，个性化，敢做敢当，办事让人钦佩，项目投资能够产生丰富的盈利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